双击加关注，每天学电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每一灯课堂。我们在学习维修电磁炉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元器件的这个参数。比如说，这个电解电能器，它的这个耐压值。我们看，这是一个电磁炉板子，在这个板子上面，我们看这颗电能器，它标注是4.7微瓦，450伏，显然这是一个高压电能器，而且有正负极带，是吧？如果这个电能器坏了，其实这个电能器它的故障率也比较高在这个电磁炉板上面也比较高。如果它坏了，能不能用低压电能器去代替它呢？到底能不能？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这个电磁炉的这个电路图我们就知道了。刚才我们看见的实际上就是这颗元器件。4.7微瓦，450伏，它是个高压电解电能器，有正负极的。其中一端正极是直接接这个整流二极管4007和这个显流电阻是串联下来，负极呢那就直接接地，直接接地。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端的电压值，就明白这个道理能不能代换？能不能代换？好，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。这个电能器，刚才我们跑电路的时候知道了，它的负极实际上是直接接地，正极它实际上就连到这个限流电阻，所以我们红表笔探测这个点，黑表笔找到一个地来它的负极就可以。为了便于测试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直接测它两个角焊盘点。翻过来，我们就看见是这两个焊盘，这两个焊盘背面就是一个电解电能器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测试它的电压值，把电压接进来，220接进来，我们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，那么管架婆这里就有输出220伏这是一个反爆的装置。如果一旦短路或者哪里揭穿，那么这个灯马上就亮红灯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会烧了家里的漏电开关，也不会发生2次损坏元器件。所以我们检修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装置不能够出问题，保证人身安全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两端的这个电压值是多少。325，这两端的电压值325，是吧？325伏。那325是高压还是低压？明显是高电压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电能器损坏了，能不能用低压电能器去代替它？肯定是不能的肯定是不能用低压电能器去代替。它的道理就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电路的特点以及它的参数要求，不能随随便便更换一个元器件，要带走这个科学严谨的这个思路去维修家用电器。
好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的电子知识请持续关注梅登，喜欢的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同学们再见。